今天我们要聊聊肾脏健康，一个关乎生死却常被忽视的话题。一位老先生以为自己只是眼睛有点模糊，结果一检查发现竟然是肾衰竭的前兆。眼睛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和肾脏扯上关系？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更惊人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爱吃的几样美食，正悄悄把我们推向洗肾的深渊。难道我们注定逃不过洗肾的命运吗？还是说，只要管住嘴，吃对东西，就能远离尿毒症，守护宝贵的肾脏？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破解其中的奥秘。首先，就从眼睛模糊竟是肾衰竭这件事说起。一位长者最近觉得视线越来越模糊，走路容易撞到东西，以为是老花眼加剧或白内障要上门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却发现他的肾功能指数严重异常。为什么肾脏出了问题，眼睛也会跟着糊掉呢？原来肾功能不佳时，身体容易积水，毒素排不出去，眼球也可能因体液潴留而稍微改变形状。在那位长者身上，正是因为体内水分过多，让眼球变形，出现暂时性的近视加深，视力模糊。等到透过治疗把体内多余水分排出，他的视力竟然有所恢复。这可不是什么奇迹，而是肾脏与全身器官息息相关的体现。中医古语早有同人属肾的说法，意思是肾精充足与否会影响视力。现代医学也发现，慢性肾衰竭患者常伴随贫血、高血压、血糖失调，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视力模糊。所以说，别以为看不清楚只是年纪大，小问题可能暗藏大危机。当然啦，眼睛模糊也不见得就是肾脏病，但这个真实案例给我们提了个醒，身体的一切征兆都应该留意，尤其是肾脏这个沉默的器官，一旦发出警讯，往往已经病入膏肓。肾脏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坏掉时常常没有明显症状。根据统计，台湾每9个人就有1人有慢性肾病，很多人肾功能只剩下一半还浑然不觉，该跑该跳照样跑跳，直到肾功能掉到只剩下 20%、10%，身体撑不住了，才开始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严重贫血、水肿、血压飙高等症状，那时往往已经离洗肾不远。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直到出现尿毒症状，例如意识不清、心衰竭，才急诊发现肾脏几乎无法工作了。所以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预防胜于治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保护肾脏，不让它悄悄受伤害。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肾脏到底怕什么？是什么在伤害我们的肾？答案其实很明确，高血糖、高血压和不良生活习惯是肾脏的大敌，而这些大敌很多都是我们吃出来的。举个例子，糖尿病是导致洗肾的头号原因，而糖尿病从哪来？很大程度上来自长年累月摄取过多糖分，热量超标导致肥胖，胰岛素阻抗失调。再看高血压，盐吃太多，钠离子囤积，血压就降不下来。长期高血压会硬生生把肾脏的过滤单位肾丝球压坏。还有一些习惯，例如乱吃成药、止痛药、抗生素等，滥用来路不明的偏方、中草药，这些都可能直接伤肾。换句话说，病从口入，很多肾病都是吃出来的。我们每天往嘴里送的东西，要是不注意，可能一边满足了口腹之欲，一边却在慢慢摧毁肾脏。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名医洪永祥医师直接点明了肾不好千万别碰的3大食物，这3样几乎都是人间美味，而且有的还被奉为国民美食，没想到竟然榜上有名，真是让人又意外又心惊。我们就一一揭晓，看看到底是哪3个肾脏杀手需要敬而远之。第一，大地雷珍珠奶茶。没错，就是风靡全球的台湾之光珍奶。谁能想到我们引以为傲的手摇饮竟然高居伤肾食物排行榜的冠军？为什么珍奶这么伤肾？元凶就是糖分，特别是里面大量使用的高果糖糖浆。一杯中杯约700毫升的珍珠奶茶含糖量动辄50-60公克，半杯下肚就远超人体1天的糖分理想摄取量。高浓度的果糖进入身体后，非常容易转化成脂肪，促进肝脏制造三酸甘油酯，结果就是肝脏长满油，脂肪肝，血液里油脂堆积，
身体细胞对胰岛素越来越不敏感，长期下来，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痛风通通找上门，而这些慢性病正是肾脏的最大天敌，糖吃多了直接害肾，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用说很多手摇饮里头还有奶精、添加剂，磷含量很高，会加重肾脏负担。一杯甜滋滋的真奶看似疗愈人心，实则是在默默伤肾。所以为了肾脏健康，还是少喝为妙。如果真的嘴馋，请记得减糖减量，或者用无糖茶饮取代含糖饮料，千万别让一时的甜蜜变成往后的痛苦。第二大地雷，日式拉面，热腾腾的叉烧拉面、味噌拉面，浓郁的汤头香气扑鼻，许多人都难以抗拒，但这美味的代价就是惊人的高盐、高油。一碗传统日式拉面的汤底含钠量可能接近5-6公克，也就是超过10多公克食盐。高盐分吃下肚会怎样？首先让血压飙高，肾脏的过滤压力跟着升高，长期下来肾丝球硬化，功能衰退。其次，高钠还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内膜，加速动脉硬化，肾脏的微血管也难幸免。另外，吃咸之后特别容易口渴饮水，身体水分变多会水肿，加剧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有人形容吃拉面是在喝肾脏毒药汤，一点也不夸张。洪医师甚至直言，拉面的高盐汤头是肾脏的大魔王。尤其台湾人爱喝汤，把整碗汤喝个精光，那相当于把一整缸钠倒进肾脏里，肾脏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自己的肾，吃拉面时一定要少喝汤，挑淡汤，最好索性不喝汤，只吃面和配料。另外，现在外食不止拉面，高汤面食、卤肉饭，各种卤味都钠含量爆表，也是伤肾高手，大家都要当心。总之那句老话，重口味等于重伤害，吃得太咸，肾脏迟早拉警报。第三大地雷，炸鸡排，香喷喷、酥脆多汁的鸡排是许多人宵夜下午茶的最爱。炸鸡对肾脏的伤害，一部分来自它的高油高热量，长期常吃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间接伤肾。但更可怕的是油本身的问题。路边摊的油锅如果没有勤换油，反复高温油炸，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回锅油里含有致癌物质，如丙烯酰胺等和重金属氧化物，吃进身体里，肝脏要解毒，肾脏也得帮忙排。长期吃这种油炸食物，等于不停往体内送毒，导致肝肾受损，连血管、心脏也一起遭殃。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代谢好，天天鸡排配真奶没问题，但等到30岁、40岁回过神来，可能血压高了，肚子大了，蛋白尿也出现了。洪医师提醒，炸鸡排虽美味，但经常吃不仅让你发胖变丑，更会伤肝伤肾，甚至增加癌症风险，绝对不值得。想解解馋的话，偶尔吃一次，要记得选择干净卫生、油脂新鲜的店家。吃完更不要忘记多喝水、多吃蔬菜，帮助代谢油脂。以上3大地雷食物，可以说代表了高糖、高盐、高油3种不良饮食习惯的极致。除了它们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常见食品暗藏伤肾风险。例如洪医师提到的10大伤肾美食排行榜里，第4名是烧腊便当常见的3宝饭，卤肉、油鸡、叉烧搭配油腻酱汁，盐油都惊人。第5名是铁板面，酱汁咸又甜，热量爆表。第6名是肉松、肉干和香肠，这些加工肉品含有大量盐分和磷酸盐防腐剂。第7名锅贴，皮薄馅多油煎，热量高又咸。第8名烧饼油条，早餐常见，但都是高油高温制成。第9名葱花肉松卷或奶酥面包，看似面包点心，其实里头夹杂的肉松、奶酥含钠含油极高。第10名则是甜味谷物早餐，很多即食麦片谷物添加了糖或奶粉，也含零添加剂。这些食品乍看和肾脏没什么关系，但如果长期大量吃，都会让你不知不觉中伤肾。总而言之，远离慢性肾病，饮食上一定要管住3样东西：油、盐、糖。我们可以想象，油、盐、糖就像3把刀，天天雕刻着我们的肾脏，终有一天肾脏会不堪重负。那应该怎么吃才能摆脱洗肾命运呢？
别急。洪医师也给出了一套简单易记的护肾心法，叫做3少、3多、4不、1没有。所谓3少，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刚才已经详细说明了，重油、重咸、重甜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3多则是多新鲜、多野菜、多喝水。多新鲜指的是食材要新鲜天然，少吃加工食品。多野菜，每天至少吃3份蔬菜，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多喝水，保持充足的水分，让肾脏源源不绝，有水可以排毒。但是这里有个重点，多喝水不是暴饮水，正常人每天约6到8杯水足矣，过犹不及，水喝太多反而会加重肾脏负荷，尤其是已有肾病的人更要遵照医生建议控水。接下来4不：不抽烟、不憋尿、不熬夜、不乱吃来源不明的药物。不抽烟是保护全身血管，包括肾脏微血管。不憋尿是因为长期憋尿容易诱发泌尿道感染，感染上行可能伤肾。不熬夜则和荷尔蒙平衡、血压控制有关，晚上好好睡才能让肾脏得到休息。不乱吃来路不明的药尤其重要，很多所谓偏方、保健品都可能含重金属或药物成分，长期服用会让肾脏中毒。最后是1没有啤酒肚，也就是不要有代谢症候群。别以为瘦子就安全，肚子大的瘦子，内脏脂肪高，照样可能肾功能不好。腰围超过标准，3高缠身，就是在慢性发炎，伤肾的速度大大增加。所以管理体重，特别是腰围，是护肾的一环。总结洪医师这套口诀，就是少油、少盐、少糖，饮食天然清淡不过量，多蔬菜水果纤维，多喝开水不可不停，绝对不抽烟、憋尿、熬夜、乱吃药，好习惯一条都不能少。还要保持身材匀称，没有大肚腩，听起来很基本，但真正落实就能大大降低慢性肾病风险。除了以上这些饮食与生活习惯，一些特别的妙方也值得一提。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流汗也是帮助肾脏排毒的一种方式。肾脏科医师发现，有洗肾的患者经常泡温水澡，透过流汗排出了一些水溶性的尿毒素和体内废物，久而久之，浮肿减轻，血压下降，睡眠改善，肾功能衰退速度似乎也变慢了。对于还没洗肾的长者，泡澡排汗更是有益，高血压、血脂高、关节疼痛等症状都获得舒缓。因为泡澡时全身血液循环变好，肾脏的过滤效率也会跟着提升。我们可以把皮肤当作第二肾脏，透过汗腺帮忙排掉一部分肾脏原本要处理的废物。当然，泡澡时间别太长，水温适中，安全第一。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小心，循环改变过大。不方便泡澡的人，其实规律运动也能达到流汗和促进血循的效果，一举两得。一项国外案例显示，一位洗肾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持续3个月的中等强度运动，结果肾脏评分指数有所改善。由此可见，就算已经肾功能不佳，只要方法正确，仍有逆转肾或至少延缓恶化的机会。谈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如果已经检查出肾功能不好，饮食上到底能吃什么？高蛋白不行，高磷不行，高钾也不行，感觉什么都被限制，难道只能吃白饭配开水吗？其实肾不好的人并非无饭可吃，只是要更聪明的选择食物。洪医师特别分享了几种超级食物，不仅不伤肾，还有助于护肾、抗发炎，甚至抗癌，让肾脏病人也能吃得营养又安心。我们来介绍其中几样代表。首先是高纤维的食物，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把体内的毒素带出体外，减轻肾脏负担。洪医师建议一般人每天至少3份蔬菜、2份水果，特别是蔬菜要多样化，深色叶菜、十字花科蔬菜，例如花椰菜、甘蓝菜，都富含纤维和植物营养素。对于肾友来说，蔬菜虽好，但要注意钾离子含量，最好先烫煮再吃，以去掉部分钾。水果方面，优先选择低糖、微酸、低钾的种类，比如芭乐、苹果、番茄、水梨等。番茄特别值得一提，因为番茄中的茄红素是强力抗氧化物。有研究发现，每天喝1杯番茄汁连续2个月，可以明显减少体内的发炎反应和内脏脂肪。
对肾脏病人而言，番茄属于中等钾含量的蔬果，适量食用并无不可，而且加热后的番茄更容易释放茄红素。如果担心钾，喝少量番茄汤或炒番茄也是不错的选择。再来一个重点是全谷杂粮。很多人认为肾不好要吃精致淀粉，其实适量的全谷类，像燕麦、糙米、地瓜等提供的纤维和维生素对身体有益，而且升糖指数较低，对糖尿病肾友特别友善。例如早餐来一碗燕麦粥，不仅有饱足感，还能稳定血糖，帮助肠道蠕动，一举多得。接下来介绍优质蛋白。肾功能差的人需要限蛋白饮食，但也不能一味不碰蛋白质，否则身体没有原料修复组织，反而更虚。关键在于选择高生物价值、低负担的蛋白质食物。鱼肉和鸡胸肉是典型优质蛋白，而且脂肪较低，含有对心肾有益的 Omega-3 脂肪酸。但要注意，烹调方式清蒸水煮胜过油炸红烧。蛋白，鸡蛋蛋白也是极佳的蛋白质来源，几乎不含脂肪和磷，可以取代红肉成为肾友的主菜之一。相反地，内脏类、肝或鱿鱼等虽然富含蛋白质，但含磷极高，肾不好的人就不宜食用了。除了以上这些，洪医师还点名了一些植物中的宝藏，例如绿茶和黑咖啡，它们本身不会增加肾脏负担，不加糖奶时还含有多种有益成分。绿茶富含儿茶素，有助抗氧化，促进代谢；黑咖啡富含绿原酸，有助稳定血糖利尿。适量饮用清淡的茶或黑咖啡，对减脂和心血管有益，间接也保护肾脏。不过要注意，咖啡因的摄取不要过量，睡前也不宜喝。橄榄油也是洪医师推荐的食材之一。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酚，能抗发炎，保护血管。用橄榄油取代动物油烹调，可以减少坏胆固醇，对肾脏的血液循环有帮助。有些研究甚至建议每天早上空腹喝1小汤匙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代谢体内不好的脂肪。但这方法因人而异，重点是把橄榄油融入日常饮食，如拌沙拉或低温炒菜，长期下来会有好处。还有一些冷门却对肾有益的食物，例如海藻类，像紫菜、海苔等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抗氧化物。紫菜在中医看来有清热利水的作用，对于肾脏排水肿有加分效果。海带、昆布等海藻也含褐藻胶，可帮助结合体内毒素。当然，吃海藻时也要注意碘含量摄取不要过量。还有黑色食材也常被认为补肾，像黑芝麻、黑豆、桑葚等富含花青素和微量元素。黑芝麻含有维生素 E 和芝麻素，有助抗氧化、降血脂。黑豆蛋白质高且有花青素，有民间肾豆之称。桑葚、肝在中医被用来滋肾养血。尽管这些传统说法未必被西医完全认可，但适量食用这些天然食物对健康确实有益，而且美味多样，为何不试试呢？说了这么多可以吃的好东西，但我们也要特别提出一项致命禁忌，就是肾脏病患者万万不可碰的水果杨桃。杨桃酸酸甜甜，在一般人看来是平凡无奇的水果，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说，却可能是夺命毒药。医学界早有记载，慢性肾衰竭或正在洗肾的病人，如果误食杨桃或喝下杨桃汁，体内无法代谢其中的神经毒素，短时间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意识不清，甚至陷入昏迷，严重者呼吸衰竭死亡。这绝非耸人听闻，台湾过去就有多起肾友吃杨桃中毒的案例。因此所有肾病患者一定要记牢，杨桃不入口，安全有保障。至于一般人，其实也不建议空腹大量吃杨桃，以免有潜在风险。除了杨桃，肾脏不好时也要避免所有所谓偏方疗法。有人说吃大量木瓜子、喝什么偏方茶可以治肾病，这些都没有科学根据，反而可能伤身。治疗慢性肾病没有捷径，遵照营养师定的肾脏饮食原则才是王道。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肾脏健康的关键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少盐、少糖、少油，远离三高食物和加工食品，肾脏就减轻了一大半负担。多蔬果、多纤维，多喝适量的水，保持体内环境清洁，
肾脏才能轻装上阵。坚持不抽烟、不憋尿、不熬夜、不乱吃药，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让肾脏不受外界毒害，维持健康体重和腰围，不让内脏脂肪过多，减少慢性发炎。另外，适度运动和排汗也是变相帮肾脏排毒的妙招。至于那些已经有肾功能问题的人，也不必灰心丧气，更不能自暴自弃，饮食失控。相反地，更要严格遵守饮食控制，把握机会让肾脏休养生息。医师临床上看过不少病人在早中期透过饮食运动成功让肾功能逆转升级的案例。有位中年男士健检时被警告肾丝球过滤率只剩50分多一点，属于第3期肾衰竭，加上有糖尿病前期，如果他不改变生活方式，可能60岁前后就得洗肾。这位先生大受刺激，立刻戒掉炸鸡、甜食，天天傍晚快走运动，再加上听从医师建议摄取我们提到的那些护肾食物，比如饭后喝无糖绿茶，3餐用橄榄油清淡饮食，每天吃新鲜蔬果等。3个月后复查，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腰围缩小了一大圈，内脏脂肪大减，更重要的是尿蛋白消失了，肾丝球过滤率从50多分回升到80分以上，肾功能大幅改善，等于从险境退了回来。这个真实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愿意行动，肾病并非绝症，至少在初中期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现代医疗的进步加上自身的配合，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肾多用好多年。说到底，我们的肾脏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千万不要等到皮肤痒、恶心想吐、尿液混浊、泡泡多，甚至视力模糊了才追悔莫及。现在开始，每一口食物下肚前都想一想，这是喂养我的身体，还是在喂毒给我的肾？学会聪明选择饮食，其实就是在为自己储蓄健康本钱，远离那几样伤肾的垃圾食物，多把对身体有益的食材请上餐桌。或许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但当你发现气色变好、三高受控、尿蛋白没了，你一定会庆幸自己做出了改变。不要成为下一个洗肾病房的病人，也不要在晚年与透析机为伴。我们虽然无法决定基因和年龄，但我们可以决定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就从现在开始，善待你的肾脏，改变你的命运，清清楚楚的视野，健健康康的身体，远离洗肾的美好人生，掌握在你我的每一个选择中。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了不模糊的人生世界，为了不被洗肾束缚的自由人生，加油！